Hello，大家好，我是胖虎，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两天准备来法国南部的比利牛斯山区度个短假，然后我会住在山区附近的路德小镇。刚刚坐飞机从巴黎到达了当地的路德塔布机场。从巴黎飞到这里大概也就1个半小时左右。然后这次第一次尝试在法国网上租车，一会儿要去塔布市中心的火车站取车。刚刚看了一眼，从这里坐转驳车到塔布大概要20分钟左右，然后转驳车大概还要再等1个小时，所以我们就先来机场里面休息一下。我们的转驳车已经来了，大概12点多一点会到达塔布的火车站。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后面还有一辆转驳车，但是他们是去路德小镇的。因为路德小镇比较有名，所以大部分人来这儿都会直接去路德。我们一会儿塔布火车站见。好了，我已经到了塔布的火车站，然后刚刚取了车。今天我要开这辆 E46，99年的宝马3系。我们已经到了这2天在路德小镇居住的地方了。这次在 Booking 上面找了一家这样子的民宿。这儿离路德主要的景点走路也就是15分钟的距离，所以也不是很远，而且这里因为不属于游客聚集的地方，所以还挺安静的。好了，我们一会儿想着要去山里或者去路德小镇里面看一看，开着租的车到山里来转一转。那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车吧。我租的这个车是1999年的宝马 E46， 也就是 316i， 是一个汽油版本的。我之前开了同事买的柴油版 330D， 然后就简单的说一下自己的感受吧。我开的车其实很少，要是有什么地方说的不对，大家轻喷，然后也在评论区给我留言，让我学习学习。怎么说呢？这个车1999年的，然后公里数快175000公里了，也不年轻了。然后，但是这个机械素质还是非常的好。首先，这个宝马的传统嘛，开宝马坐奔驰，这是大家广为流传的。所以这个宝马的操控真的是没得说，方向是指哪儿打哪儿，你感觉就像是坐在轮子上在开车一样。变速箱换挡的那个感觉是真的非常好，每一个档位都像是把一个东西卡到卡子里面一样，非常的精准，然后感觉非常的顺滑。除了它那个倒档，它是在1档的左边嘛，所以需要比较用力。那有很多人说，老宝马的方向盘非常的重，其实也不是老宝马的，很多老车的方向盘都挺重的，因为之前的老车有的是因为没有那个转向助力，但是这个年代的宝马已经有了最初的那个转向助力。怎么说呢？它开起来的时候，其实方向盘的力度还行，没有特别的重，我觉得甚至比我那台2009年的标致方向盘还要轻一点。但是一旦没有速度了，这个方向盘就会变得无比的沉重，就是原地打方向盘简直就是一场噩梦。虽然说路感很好，但是它的隔音还是非常的好，在车里面几乎是听不到什么发动机的声音，就有那么一点点嗡嗡嗡的路噪，然后如果急加速的话，能稍微听见一点发动机的嗡嗡声，其他几乎就没有了。这个年代的车，那个风噪能做得那么好，能控制得那么好，不得不佩服啊。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车是汽油机吧，汽油机，然后它的马力也比较小，不像我同事的那个柴油机版本。
声音就稍微要大一点点。从高中的时候第一次见到，那个时候应该是190出来吧，然后就觉得宝马真的是戳中了直男的审美啊。然后后来就慢慢的开始去了解宝马以前的车，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宝马的 E30的，就是那个4眼的，然后方方正正的那台车，我觉得那个真的是戳中直男的审美。好了，关于这辆车我就先讲到这里吧，毕竟我也是刚刚开上这辆车，就不讲那么多了。然后一会儿就给大家看看山里的景色，虽然说今天天气不太好，但是还是给大家看看路上的风景吧。然后过一会儿就开车回路德了，今天先早点休息，然后希望明天大山里的天气能变得好一些。好啦，我是胖虎，感谢您的收看，然后希望大家关注我的频道，转评赞3连，我会持续更新我在法国的旅游生活日常。好啦，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大家好，我们今天在路德已经待了差不多3、4天了，然后今天最后一天我们还要开去山里。让大家看这个车的续航只有245公里了，然后现在表显的平均油耗是7.2升每100公里，然后今天我们要去加一下油，现在加一下油来看一下这个油耗大概多少。我们现在加完了，一共加了41.74升。好了，我们一会儿算一下100公里真实油耗多少吧。但这辆车一共跑了541.1公里，我们就算542吧，那就是41.74除以5.42，真实油耗是7.7升每100公里。然后这里表显现在是7.2。然后网上我今天也看了一下，这辆车的一般的油耗大概是在7升到10升左右，根据你开的那个状态的不同。这几天一直都在山里面开，然后也经常用到空调，所以我觉得这个油耗是比较正常的。所以也从某一个方面能说明这辆车的机械方面的保养啊什么的做的还是非常好的。好了。
那就这样吧。